这是一把宝剑，名龙拳。此剑只能由年轻侠客使用，剑身轻灵，色如霜雪，炼制才3尺，吹毛过百里，切金断玉，机缘于此。年轻侠客用它对战绝顶高手，谁能想到纵横江湖的飞虎寨寨主竟败给了一个初出江湖的小伙。这天，青年剑客小马学艺归来，打算到镇上谋一份差事。因天色已晚，小马便打算到附近的塔楼里歇息一晚。没成想，飞虎寨的强盗正在里面商量如何打劫银库。如此机密之事怎能外泄？看门小弟将小马拦下驱逐。小马虽不害怕，却不想惹事儿，于是便施展轻功，到屋外的草丛里面就这样躺下了，打算在这里将就一夜。看来是个穷小子，小弟不愿节外生枝，扔出一锭银子，让小马赶到镇上投诉。连者不受嗟来之时，将羞辱人的小弟打退一旁，然后将银子扔到了旁边树上。这么俊的身手，看来是高手了。黑虎寨寨主焦红亲自出马，他没有出手，反而笑脸相迎，说他们在此商量寨中事务，还请少侠行个方便。小马不欲再行纠缠，牵马就走。途中，小马遇到了女侠云秋娘的2个徒弟阿龙和云袅袅，看到迎面骑马而来的小马，两人怀疑他是飞虎寨的人。小马否认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但是阿龙却是不肯相信，于是出手试探。果不其然，小马会武艺，而且还不错。占了上风的小马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转身骑马离开了此地。阿龙和云袅袅忍不住感叹，小马的功夫真是非常不错。此时王大人已来到无敌山庄，向英庄主协商押送库银之事。英庄主武艺高强，曾多次押运，这次却不肯接标。王大人怒了，影射英庄主跟巨盗有联系。英庄主没有办法，只能答应了。其实英庄主也是有苦衷的，前不久因练功受伤，武功尽失，别说对付飞虎寨的强盗，就连拿大环刀都拿不起来了。这可是庄主用了一辈子的武器，事到如今，庄主只得寻求外援。名震江湖的侠女云七娘，不巧的是云七娘外出未归，徒弟阿龙和云袅袅知道后，答应帮忙火速赶往无敌山庄。英庄主告诉阿龙，飞虎寨的焦红武艺极高，要小心行事。就当几人商量对策之时，小马骑马来无敌山庄借宿，出门在外谁没个难处。无敌山庄的弟子还算客气，进去报告，在征得庄主同意后，同意借宿带小马去见师傅。小马随弟子到大厅之时，发现白天见到的那人也在此地。小马向英庄主寻求借宿之便，庄主面露犹豫，小马不欲庄主为难，便告辞。谁知却被阿龙误会他是飞虎寨打前站的探子，这也是他们的第2次见面。小师妹邀请小马一同就餐，阿龙对小马多有打量之意，师妹对小马的功夫印象深刻。云袅袅忍不住的问东问西，面对身旁家人关切的言语，小马自然照实回答。看着二人你来我往，有说有笑，醋意大发的阿龙忍不住出手。小马见招拆招，轻松接下暗器，果然是有实力才能有魄力，就连阿荣也得赞一声好功夫。小马的好身手让在场的众人俱是惊诧万分，云袅袅更是化身成为小迷妹。阿龙见此情形，急忙辩解，暗器功夫本是雕虫小技，剑上的功夫才是真功夫。然后就露了一手剑上功夫出来。小马赞好功夫，想再看一遍，然后出手震慑了阿龙一番。很明显，小马的剑法更胜一筹。袅袅劝慰他不要妄自菲薄，少年的心此刻悸动了起来。阿龙见此情形，真是郁闷非常。小马此时起身告辞，阿龙却不肯就此放他离去。他怀疑小马是飞虎寨的探子，一定要将他擒住，问个明白。就当两人僵持不下之时，飞虎寨2当家鬼影子出现了。这下小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鬼影子也没有过多纠缠，随即便立马施展起轻功开溜。小马为了洗清嫌疑，想抓住鬼影子对峙。鬼影子轻功高强，不过片刻就逃到了庄外，紧接着便骑马离开。不甘心的小马随即跟上，阿龙和云袅袅也在后面追击。有岔路口，二人决定分头去追。落了单的云袅袅被飞虎寨3寨主瘟神盯上，能当上3寨主，瘟神的武艺也不弱，几招下来挑飞了云袅袅的剑。既然抓到了，怎会放他离开？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小马突然跳出来英雄救美，拔剑便与瘟神较量了起来。心知不敌的瘟神选择了开溜，云袅袅忙叫住了去追的小马。小马为云袅袅捡起地上佩剑，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气氛瞬间微妙了起来。阿龙此时返回，看到这一幕，怒火中烧，就要对小马动手。师妹急忙解释，才化解了误会，然后又邀请小马到无敌庄去。阿龙仍然怀疑小马是探子，面对一再挑衅，小马不能再忍，本想与阿龙一较高下，
却被云袅袅拦下。看着云袅袅柔情似水的眼神，小马只能熄灭怒火，转身离去。债主从哑巴口中得知了此事，也知此人并不是无敌庄帮手，随即派出哑巴前去查看。债主要去洛阳亲自处理此事。不久后，小马来到了小镇上，因没见书，功夫高，也屡遭碰壁，真是1分钱难倒英雄汉。师傅给他的盘缠早已用完，为了填饱肚子，也为了马，小马把宝马带去了牲口店。眼见小马落魄，老板使劲压价，连马带马鞍就只得了4钱。可这点银子又能吃几顿呢？还是得尽快找工作。这一幕被楼上的云袅袅看到，更确定他不是飞虎寨的强盗。他从店家手中买回了这匹马，并让店家把马给小马送回去。可是小马只是骆驼并不傻，他逼问来人是谁让他来的，得知是一位美貌的姑娘所为，家人如此贴心，雪中送炭，这让小马十分感动。可他并未多言，转身离去。此天，衙门已将20万两库银清点清楚，送至无敌山庄。接下来，无敌山庄就要启程，将库银成功护送至开封。阿龙与云袅袅负责前面探路，自己最近女朋友就要不保。阿龙邀请袅袅一起下马走走，在林子里听到小马与飞虎寨寨主焦红2人的一番谈话。焦红请他入伙做第2把交椅，小马虽穷但志不短，自然不肯。焦红却误会他，想要独吞库银。小马警告他不要再打扰他。焦红将他的回绝记恨在心，不再言语，悻悻负手离开。躲起来的阿龙和袅袅听到了，也终于不再误会小马是强盗。途中3人再次相遇，小马提醒2人需防备飞虎寨。云袅袅邀请小马帮他们护镖，小马不愿，自讨没趣拒绝了。袅袅不慎透露庄主武功全失，阿龙当即拔剑，称此秘密非同小可，不能泄露。袅袅相信小马不会泄露秘密。阿龙称库银未到前不能离开，事关重大，小马也不再坚持。3人随即便牵着马一同上路。可走到一半，阿龙却改变了主意，同意放他离开。不料小马却不走了，非要留下来护镖。在路过一片芦苇地时，他们遭到了飞虎寨的火攻，众人只能壮着胆向前冲。可前方已被飞虎寨强盗堵住，双方人马开始大打出手，众人冲出重围，被弓箭手伏击。飞虎寨寨主焦红亲自宣战，双方人马再次较量。此时的无敌门弟子经历了几场大战，早已是精疲力尽。飞虎寨明显占尽了上风，就当焦红以为胜券在握时，不料小马阿龙和云袅袅3人竟然配合默契杀出重围。焦红却发现了英庄主的秘密，庄主大弟子替师傅送了命，关键时刻小马赶来相助，将现场的小喽啰逐一解决。另一边，阿龙和袅袅配合默契，2人不愧是师出名门的高徒，将敌人尽数歼灭后火速前往。趁着小马在与众人缠斗，寨主焦红带人直奔库银而去。幸得阿龙与袅袅及时赶来，阿龙虽不敌小马，功夫也不弱，而2寨主哑巴和3寨主瘟神也先后倒在了小马的剑下。焦红看手下死伤惨重，便躲到了附近的塔楼中。阿龙去追，不料却是中了埋伏。云袅袅祈求小马去救阿龙，此去九死一生，他有些犹豫。这时庄主吐露2人已有婚约，小马看了看眼前的俏佳人，二话没说便去塔楼里救阿龙。塔楼里面却诡异得很安静，而楼上已经没有了活人。阿龙此时正在3楼拼命厮杀。终于阿龙又再一次进阶了，年轻气盛的他对上了焦红，他当真是看清焦红的卑鄙，然后他就吃了个教训，被暗算了。小马催促他尽快下塔去，阿龙好胜心起了，如何能肯，拼着伤腿也要自己对战焦红。焦红没让他失望，给了他一击。紧急时刻，小马因救他被刺中，纵使身受重伤，也在保护着他。焦红在江湖中声名在外，如今看来武功确实是名副其实。少年英才的小马对上了他，也是身受重伤，且颇为费力。不过最终小马还是技高一筹，斩杀了焦红于他的剑下。可他自己却也因此身受重伤，如今已是举步维艰之态。除了外伤，内心的痛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因为他喜欢的姑娘即将成亲，而新郎却不是自己。就当小马准备下楼时，却又被几个漏网之鱼暗算。小马及时出手扫清了障碍，可他却也已经身中数箭。为了不让心爱的姑娘看到自己如今的惨状，小马接过阿龙递过来的外套，遮住了自己的数处伤口。2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塔楼。云袅袅关切地呼唤阿龙名字，一向骄傲的阿龙却主动告诉庄主，焦红是死在小马的手中。庄主郑重邀请他做无敌庄主，他回绝了。袅袅询问为何出手，这真是气死人的问题扎心呐！他们再
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小马狠下心来跟他告了别，强撑着没走多远便倒下了。云姑娘不放心，便跟了上来，她强撑着上马却掉了下来，小马就这样死在了她的面前。这部保镖上映于1969年，一黑一白的双侠设定非常出彩，俊俏的狄龙，年轻的姜大卫，邵氏的武侠电影诚意满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